2024年伊始，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米勒突然宣布，加拿大将对留学生做出严格的限制。2024年的学签配额呢，将比23年减少30%。各省呢实行严格的留学配给制，同时对私立学院招生、毕业工签、配偶工签等相关政策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A temporary 2-year cap on new international student permits. It i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improve program integrity and se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p for the success in order to maintain a sustainable level of temporary residence in Canada as well. 政策一出啊，舆论一片哗然。虽然不乏拍手叫好的声音，但更多的是谴责和担忧。此举势必将会给已经在读或者准备申请加拿大留学的学生呢，造成极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啊，有可能给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以及移民体系都带来沉重的打击。为什么加拿大的留学政策会出现如此大幅的倒退？之前的留学政策又有哪些弊端？给加拿大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和挑战？今天大伟就给您一一道来。Rent is up again. It hit a record high in January. Take a look at this. A new report says that the average asking price for a rental unit in Canada hit a record high last month. Owning a home is one thing, while renting is another. But whatever option you choose, it isn't pretty these days. Renters now facing record high rates and looking for any sign of relief. The high cost of housing. We the people have the power! It's a cross-country crisis with no easy repair. If you pull it right now, it will all fall down. Wow. I mean, you've got little kids. Yeah. Renters worried about how to keep a roof over their heads. $650 for the bed. Yeah, for the bed we share with 2 people. We go behind closed doors to show you the shocking truth. It's deplorable that anybody would have to live in those conditions. I begged and begged for them to move me. Nothing. 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加拿大全国上下呢掀起了一波住房危机的大讨论。各种媒体啊每天都充斥着房租飙升啊、房源越来越少的报道。而且啊，上到联邦，下到各省市的议会当中呢，到处都是对执政党的批评。3年的疫情啊，导致加拿大的物价飞涨还没有改善，那么房租和房价的飙升呢，又进一步恶化了普通加拿大民众的生活。甚至呢，有不少因为租不起房而出现居无定所的家庭啊，一时间呢，民怨沸腾。加拿大的联邦执政党自由党的支持率呢，也下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15%。我们甚至可以说呀，这是一场由住房危机所导致的加拿大政治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加拿大的房屋租金到底现在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啊，截止到2024年2月，加拿大全国的平均租金为2196加元。这个数字呢，虽然不能代表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但是呢，平均租金却能够反映出价格的一个走向。在2020年的1月，也就是4年前，加拿大的平均房租是1823加元。那么其实呢，在后来的疫情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小幅的下降。但是再看今天的价格，将近2200加元，整整涨了20%。这还是加拿大的平均水平啊！如果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涨幅更加离谱。比如说温哥华，一个1居室的公寓现在已经涨到了2683加元，2居室的公寓则涨到了3601加元。这样的租金啊，真是让普通民众们苦不堪言。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关心租金的上涨呢？其实啊，因为西方国家的住房习惯与东方有所不同。在我们中国啊，拥有自住房的比例实际是相当高的，已经超过了90%。这其中呢，还有很大的比例是拥有很多套住房。而根据加拿大联邦统计局的数字，加拿大只有66.5%的家庭拥有房产，也就是说呀，1/3的家庭需要租房。而每个月接近400加元的一个租金上涨，对于任何一个租房的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甚至对于那些原本生活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很有可能这就是致命的一击。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租金上涨？前加拿大移民部的部长2023年7月又转任了住建部的部长，那么这个人叫做肖恩·弗雷泽，他就做出了一个定性也是一个回答。他说呢，这都是留学生的责任。弗雷泽呢，在各种媒体和公开场合都是持此言论加拿大的房租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就是留学生太多，那么留学生抢占了大量本地人的房子导致供应这个短缺租金大幅的上涨。肖恩·弗雷泽是谁呢？这个人呢是加拿大总理小兔鲁多最忠实的一个盟友，也是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的一个救火队长。那么2021年在疫情期间呢，他是担任加拿大的移民部的部长。那么在他这个任期还出台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留学生和工签移民的一个大赦，那么超过10万人一举拿下 PR 身份。而在2023年的7月，那么加拿大爆发住房危机，导致了大范围的一个民怨爆发。那么肖恩·弗雷泽呢，又被紧急调往了住建部去解决问题。但是此君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到了新的岗位，就把现在的问题推给了之前自己工作的部门。我们说房租上涨一定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房价上涨新房这个供应量不足难民和这个移民的这个流入过快等等。我们就退一万步讲，房租上涨的全部原因都是由于留学生引发的，那也是您这个之前领导的移民局的责任。所以说这个肖恩·弗雷泽就是典型的位置决定立场，说句不好听的呢，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并非是加拿大的住房危机，而是由住房危机所直接导致的留学危机。也正是由于住建部和移民部为首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对于留学生的指责，让大家把关注的目光重新又投向了留学生，让大家也意识到目前加拿大的留学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多么荒诞的一个闹剧。目前加拿大上上下下的一个共识，其实也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加拿大的留学生确实是太多了，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可以接纳的能力。加拿大现在究竟有多少留学生呢？我们来看一组加拿大联邦移民部的一个数字。截止到2023年底，那么加拿大境内的留学生总数为104万人。而在2022年，这个数字是80.4万，2021年是61.6万，2020年是52.7万。仅仅4年间，加拿大的留学生总数就增长了1倍。而加拿大的留学生总数呢，在自由党执政之初的2015年，仅有35.2万人。现在104万的留学生到底是什么概念加拿大的总人口也只有4000万左右，也就是说40个本地人当中就有1个留学生。那么我们再对比全球留学的最大的市场美国，美国的教育不用多说这个高等教育全球第一，名校遍地，那么就业机会也多，所以呢一直是全球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国家。而美国的留学生数量有多少呢？截止到2023年底，在美的留学生总量为136.2万人，而美国的总人口是3.3亿，人口总数和留学生之间的比例大概是245:1。那么加拿大的人口和美国差了9倍，高等教育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差距呢，我相信还不止9倍，但是两国的留学生却差不了多少136万比104万，美国仅仅比加拿大多了30%的留学生。您说加拿大的留学生数量到底是多是少？104万留学生还只是加拿大在读的人数，那么已经走向社会的人其实是更多的。因为加拿大的留学生几乎全部会获得一个毕业工签，而大多数的是3年的毕业工签。所以我们保守的估计，那么目前持有毕业工签的已经毕业的留学生至少还有100万。
那么再加上留学生的配偶、子女、陪读家长等等这些家属，加拿大留学相关的总人数啊，至少有200多万人。而加拿大的留学生分布呢，又非常的不均匀。安大略省和 BC 省啊，单单这2个省就占了所有留学生总数的73%。那么这2个省呢，本来就人口拥挤、住房紧张，再加上超过这样150万的留学生，您想想情况会是怎么样？更加重要的是啊，加拿大的留学生的增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再来看一组数字，光是在2023年，加拿大就签发了68.4万张学签，比2025年整整增长了3倍还多。其中呢，印度留学生就达到了27.8万人，占据了40%，而中国的留学生呢是5.8万人，占比是8%。4年间啊，新增的留学生数量涨了接近3倍。那么短时间内，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资源、社会上的住房资源，甚至是很多这个本地的生活配套服务，都远远跟不上这样的增长。那么其中首当其冲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房租。那么住房是留学生的第一个需求，是一个刚需。那么在来到加拿大的第1天就要住房，而旺盛的需求呢，也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加拿大的房屋价格。之前我们说到啊，房租在2020年前后开始快速的大幅上涨。那么这个上涨的周期呢，跟留学生人数的上涨曲线基本是能够呼应的。我相信啊，这也是联邦住建部的部长肖恩·弗雷泽把租金上涨归咎于留学生人数暴增的一个原因。那么这里呢，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留学生对于房价上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租金的快速上涨也让留学生们苦不堪言。加拿大的大学呢，本来能够提供的宿舍床位就极为有限，那么留学生一多，更是要在校外租房。那么为了应对这种高涨的房租啊，很多留学生不得不降低这个住房质量，甚至现在出现了一种什么状况啊？有新闻报道说，一个地下室就挤了20多个人，这种情况都有。甚至啊，更让人唏嘘的是，那么一些学生他实在负担不起房租，开始在校园里睡帐篷，出现了这种学生流浪者群体。留学生为了应对快速增长的学费，那么生活成本以及住房成本，那么不得不尽可能多的打工。而加拿大的移民部呢，对此却是大为鼓励。那么在最近2年的时间当中呢，也出台政策，允许留学生全职打工啊。在这之前呢，留学生每周只能是最多工作20个小时。加拿大的移民部啊，还美其名曰的说是出台这种打工优惠的政策，帮助留学生渡过难关呢，实则呀是占尽了留学生的便宜，要榨干留学生的每一滴剩余价值。留学生您想，不光是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还要在当地消费来拉动经济，最后呢还要鼓励他们全职出去工作，来满足社会上那些低等级工作的一个劳动力缺口。那么这些都是移民局希望看到的，希望从留学生获得的最直接的短期回报。但是呢，就是没有人关心留学生到底在加拿大获得了什么，尤其是学到了什么。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到留学危机所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教学质量的下降，学术严重注水。2023学年，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也就是说大学跟大专的平均的留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了20%。而我们再对比美国，这个全世界最久负盛名的一个留学国家，美国的留学生占比仅为5.6%。那么在加拿大非常有名的一个 UBC 大学，它的留学生的比例常年是超过25%的。而在一些商科或者艺术类的专业，留学生甚至占据了所有学生的大半。而且呢，这还是公立的顶级大学，比较爱惜羽毛。那么在一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私立学院或者是公立学院，留学生的比例就更高。我们再来看一组数字，加拿大的国家媒体 CBC 呢，刚刚向移民部申请了一个信息公开，对2023年新批学签最多的学校进行了一个披露。
那么在这个表格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招收的留学生最多的10所学校啊，除了排名第2的加西大学，其他9所全部是公立的职业类学院。在这个排名中啊，最让人惊掉下巴的是排名第1的康尼斯多加学院。这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呢是4.2万人，但是1年中新增的留学生数量就达到了3万。这个学校官方没有公布其留学生的比例，但是我们就笨想留学生的比例能有多高，甚至我们就说这是一所由留学生组成的学校，也不为过吧。留学生多呀，其实也不一定完全就能够说明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差。但是您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送孩子出去留学，上的学校全都是外国留学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印度一个国家的同学，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开阔眼界，学习不同的知识，体验不同的社会呢？事实上啊，加拿大的很多学校现在已经沦为了花钱就能上的文凭加工厂。其实啊，这句话也并不是我说的，而是现在的加拿大联邦移民部的部长米勒的原话。只不过他用这句话来形容加拿大的私立学院，把留学生危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私立学院的身上，指责这些私立学院唯利是图。但是呢，上面这组 CBC 的揭露报道却狠狠地打了米勒部长的脸。留学生最多的前10所学校，有9所是公立的学院。这说明什么？并不是一小波唯利是图的私立学院在扰乱加拿大的留学市场，罪魁祸首就是加拿大的公立教育系统，就是加拿大的移民部门，就是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它绝非是一个局部问题，而已经上升到了是一个加拿大的体制性和系统性的问题。留学生危机最直接影响的还不仅仅是加拿大的租金以及学术质量，更加重要的是对加拿大的移民体系正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您要问加拿大的留学啊，它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我跟你说啊，无非就是4个字：容易移民。来加拿大的留学生没有哪个，我想不是希望拿到一纸加拿大的 PR 身份的。而原来的加拿大留学呢，确实它最后移民是要比美国、澳洲、英国、日本都要容易一些的。那么加拿大的移民局呢，曾经在2019年有过一个统计，留学生在毕业5年内的移民成功比例为 19.5%， 也就是说将近20%的留学生最终是可以移民的。但是5年后的2024年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跟您说，加拿大的移民现在基本上已经对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关上了大门。现在能够在5年内成功移民的留学生，很有可能连1%都不到。原本留学生移民最容易的途径，加拿大经验类移民 CEC 啊，现在的分数线是535分。而一个加拿大毕业的硕士啊，29岁，英语达到 CLB 9的母语水平，同时积累了3年的加拿大本地工作经验，他的总分有多少呢？才只有513分。那么距离邀请的分数线还有将近20分的差距。这还是本地硕士毕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条件都达到满分的情况。那么要是大专或者是本科学历，那就更是没有任何可能。那么省提名的情况呢，同样也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占了3/4留学生的这个安省和 BC 省，移民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真正能够拿到省提名的留学生啊，同样是凤毛麟角。移民自然是留学生的最终目标，而想实现移民这个目标呢，第一步就是要在毕业后能够找到加拿大本地的工作。留学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呢？其实加拿大并没有一个整体的留学生就业的统计，就算是有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一个餐厅的帮厨和一个4大的一个会计师都算是就业，那么它并不能代表留学生找工作的真实情况。这里我就跟您说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啊，我知道的一个年轻人，UBC 大学计算机科学 CS 专业，
怎么样？最好的学校，最难考的顶级专业，现在大4马上就要毕业了。那么刚刚他投了300多封简历，连一个面试的机会都没得到。为什么现在留学生就业有这么难？首先是加拿大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保守，同时又缺乏活力的地方，它新增的就业机会本来就不多。而每年50万的新移民以及70万的留学生的涌入，再加上最近2年加拿大又接收了1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职场就业供需已经是失衡了。简单来说，就是找工作的人太多，而工作就这么点儿，僧多粥少。很多朋友都会说了不是说在加拿大读职业类的学院好找工作吗？加拿大不是很多岗位都缺人吗？我跟您说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误区。的确，加拿大的很多岗位缺人，但您要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那些岗位缺人？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薪水太低，工作太苦，没有人愿意干呀。而越在大城市，这些岗位就越缺，因为生活成本高，没办法养活自己。比如说什么呢？餐厅帮厨酒店保洁加油站洗车工食品厂生产线的工人农场工人几乎这些岗位给的都是最低工资。这些岗位确实缺人，但您说留学生花了大笔的金钱，大把的青春，更不用说多少努力和多少汗水，那么最终换来的就是留学后能做一个酒店保洁员吗？更何况这类的低等级劳动根本不满足移民的要求。而即使像保姆、护工、农场工人这类特殊的移民通道，每年也才有1-2千个名额，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获得身份呢？而在白领的就业市场留学生又是所有的求职群体中最弱势的。首先是没有工作经验，那么这些留学生你别说加拿大的工作经验，那么他们连海外的工作经验都没有，初入职场必然是找工作最难的。留学生呢，又由于年轻，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外部认知和自我认知，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手高眼低，做不了高级工作，也看不上初级工作。那么再者呢，任何一份专业的工作雇主都希望员工能够长期工作，从而减低培训和沟通的成本。但是留学生的毕业工签最长只有3年的有效期，年轻人本来就是稳定性比较差，再加上居留身份的不确定性，您说雇主又有什么理由放着本地人或者新移民不用，而去选择留学生呢？您就这么想，就是在本国上大学的土生土长的本地年轻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极难的，更何况语言、经验、身份都不占优势的留学生。这就是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和矛盾。加拿大最需要的是低等级、低成本的这些劳动力，而留学生是奔着这边的美好的生活和事业的发展来的，根本满足不了这部分需求。说白了，加拿大不光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应对不了200万留学生，那么就业市场更容不下这200万人的涌入。我们再回到留学危机给加拿大移民体系带来的冲击，留学生移民竞争的白热化也直接导致了所有移民标准的水涨船高。现在无论是联邦还是省提名的移民项目，分数标准都连创新高。海外人才现在要想移民加拿大，已经是难比登天。它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一个20多岁的已经在加拿大工作多年的语言满分的一个硕士留学生都没办法移民，那么我们想，一个从来没有来过加拿大的中年技术移民，他的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也直接导致了加拿大移民体系的乱象丛生一个人你说就是再努力再优秀，凭借自己的努力都没办法移民，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只能是走旁门左道，假证件、假投资、假结婚、假难民似乎原来移民局设置的那些移民要求已经完全都失去了意义。现在拼的是什么呢？就是谁胆子大、路子野，还有就是运气好。最近全球媒体都在报道了一个新闻匪夷所思。一个英国航空公司在印度的一个雇员，
他协助了大量没有任何加拿大签证的人登机来到加拿大申请难民，因为加拿大的难民只能是在加拿大境内申请。这个人呢，其实他并不是现代的辛德勒啊，他就是为了赚钱。而那些来到加拿大的也并非是真正的难民，绝大多数都是想投机取巧的非法移民。那么通过此举呢，这名航空公司的雇员他赚取了超过了500万美元的收入。那么可以说呀，现在的移民手段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加拿大的移民现在变得这么难？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申请人太多了，200多万留学生都在眼巴巴地盼着那点移民名额，而全世界那些在其他地方梦想着来到加拿大的人们又岂止是200万。我们回到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留学生的暴增？加拿大究竟发生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极其简单，加拿大的留学生的暴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钱。原本一个国家招收少量的优质留学生啊，对扩大文化的多样性、拓展这个学术视角以及提高这个学术的整体水平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的加拿大招收留学生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根据加拿大联邦移民局的数字，一个本科留学生的学费呢，平均是本地学生的4倍，而在一些热门的专业，它的学费的差异有可能达到10倍。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加拿大高等教育战略协会的统计，从2007年到2021年间，加拿大公立高等学院留学生的学费收入增长了10倍，而本国学生的学费收入呢，在这10几年间基本没有变化。截止2021年，留学生的学费总额已经跟本国学生的学费总额它持平了，而留学生的人数却仅仅是本国学生的1/4。我们再来看一张图，从2006年到2021年的16年间，加拿大政府给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拨款几乎是没有变化的，一直是持平的，那么16年都没有增加。而学校的学费收入呢，却在直线的上升，增长了1倍还多。而我们从刚才上面一张图中可以看到本国学生的学费也同样没有变化。那么这些增长来自于哪儿呢？答案显而易见，全都是留学生。而且上面的数据都是截止到2021年，别忘了我们开头曾经提到过，2021年加拿大的留学生才只有61万，而到了2023年，留学生就已经增长到了104万，3年留学生就增长了40%。那么加拿大学校对于留学生收入的依赖，在2024年又岂止增长了40%。在留学生最多的安省，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安省一个省份的留学生数量呢，就占据了全加拿大的54%。我们还是根据高等教育战略协会的一个报告该省大概76%的大学学费收入来自于留学生。那么在2023到2024的学年，仅仅来自印度一个国家的学生就给安省的大学带来了20亿加元的收入。那么这甚至呢高过这个省政府的所有的教育拨款。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来自印度的留学生太多了。在104万留学生中印度学生就达到了42万。那么在安省的很多学院几乎全部都是印度留学生。要不是身处加拿大，您可能还会觉得到了孟买职业技术学院。那么大量印度学生的涌入呢，其中不乏低收入、低学术水平的一些学生。他们来加拿大哪里就是为了读书，说白了就是为了移民。对于加拿大来说呢，这当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非法打工、犯罪率升高，各种违法违规的事件那么层出不穷。更加重要的是以多元文化著称的加拿大现在正在快速的向印巴文化快速的倾斜。以上的这番话虽然是有违政治正确，那么其实我也是一名移民，对吧？但这就是加拿大的一个现实。而且呢，现在就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很多加拿大本地人也开始公开的抱怨。那么这还只是从加拿大人的视角，
那么从那些印度留学生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印度的欠发达地区，那么来加拿大留学呢，花光了家庭所有的积蓄，为的就是能够让孩子在加拿大留下，进而再带领整个家族移民。但是呢，他们在来加拿大之前，并没有对未来的成本有着一个准确的预估。加拿大移民局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对学圈申请的资金的要求只有1万加元。也就是说呀，官方给留学生的指引就是，你有1万加元就能够在这里生活1年。这也给留学生一个极大的误导，想象中的加拿大的留学成本不高，后面移民又容易，往往把这里想象成天堂。而来了之后才发现，1万加元1年，连1日3餐都吃不饱，更不用说高昂的房租和学费。花费太高怎么办呢？就只能出去打工。而一个留学生一般只能拿到最低的工资，并且呢，现在移民局已经修订了打工时间，一周只能是合法打工20小时。这点工作收入真的是杯水车薪，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是打黑工打现金工，甚至做很多违法的事情。生活如此艰难，咱们想学习还哪里顾得上？所以在大学校园当中，现在的替考、作弊、行贿，甚至是买卖学分、买卖文凭的事情，都是司空见惯的。而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的留学生们，他们最终发现却根本没有机会移民。现在的留学生移民只属于那些既有钱、学习又好、家里又有门路，同时还要特别幸运的孩子。但这时，你让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回国，谁又能够心甘情愿？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什么也没学到，家里的父老乡亲还都盼着跟着孩子一起改变命运呢。你说谁愿意回？很多人最终没办法，就变成了非法居留者，在这个社会就黑下来，或者寻找这个假结婚、假难民的机会，或者呢，就是等待下一次千载难逢的移民大赦。而有些留学生呢，在生活、学业、移民的多重打击下呢，崩溃倒下了。最近2年呢，留学生自杀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而以上我们提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出在加拿大的政府，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都难就其责。常年来加拿大这个社会以其包容、平和、多元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来此定居。移民呢，为加拿大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加拿大社会也从移民身上收获了无数的好处。但是最近10年，加拿大却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正确，做了无数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尤其是疫情以来呢，加拿大的国家 GDP 已经连续4年没有实质增长，它的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出现了大幅倒退。尤其是在全民财富平均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开了太多的空头支票，这也直接导致了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的一个巨大的财政亏空和赤字。而作为民生基础的教育问题呢，就首当其冲地展现出来。10几年间高等教育的投资和经费没有任何的增加，在安省还出现了大幅的倒退。10几年间，您想物价涨了多少，货币又贬值了多少？这其实就是变相的让学校去自负盈亏，把所谓的公立教育商业化。那么公立学校自然没有办法做本国学生的生意，那就只能是盯上了海外的留学生，用留学生的高昂的学费来填补政府拨款的一个窟窿，用留学生来养本地学生。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这也无可厚非。用留学生来增加教育收入，这也是各个国家呢通行的做法。但问题就是加拿大走得太过了，短短的10年之中，留学生人数就上涨了3倍。留学收入现在已经成为支撑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而加拿大由一个原来的2线的留学目的地，成长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留学生人数第2高的国家。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典型的急功近利、杀鸡取卵。而留学生在加拿大的这些政客眼中就是一颗颗的韭菜。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他不但要赚你的学费，还要让你消费来拉动地方经济，
还要让你做本地人没人爱干的工作，来满足低端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而在把你所有的剩余价值榨干之后呢，再请你乖乖的离开这个国家，因为现在他们只要最有钱的、素质最高的移民。加拿大的急功近利呢，不只是剥削了这些留学生，更是伤害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甚至是开始动摇到社会的根基。加拿大的民生基础设施呢，一直以来都是发展的比较缓慢，根本没有办法应对短时间之内大量留学生的涌入。本来房子就相对饱和，这增加的100-200万留学生要住在哪儿？这也直接导致了房租的飙升，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图书馆、游泳馆、餐饮服务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资源紧张。而这时你指望联邦政府能够快速地增加房屋的供应量和公共服务，不可能的。政府才不会为这些短期的收益或者他们眼中的韭菜来花大钱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加拿大联邦移民部为了应对现实的住房危机和民生危机，也是为了拉高已经低的不能再低的民意支持率，所以他出台了严苛的留学政策希望在2024年减少30%的学签发放。但是问题哪有这么简单？长期积累的问题又如何能够一朝治愈？尤其是移民部把所有的问题现在又推给了各省政府和私立学院，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你要是不敞开大门，开闸泄洪一样的发放学签，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联邦移民局之所以如此宽松，不就是为了讨好各省，用短视的政策来彰显自己的执政价值现在结果怎么样？出了问题，直接又把屎盆子扣给了各个省身上，尤其是留学生最多的安省。安省呢也不甘示弱，省长福特呢直接出来怒怼联邦，对联邦的政策制定呢大加质疑。他就质问特鲁多，到底是谁在治理这个国家？说白了，就是你联邦也别当白莲花，今天的局面你是有更大责任的。而紧接着呢，联邦的移民市长也马上站出来回怼他说呢，安省的回应就是一派胡言，完全就是垃圾。矛盾其实非常简单，联邦移民部现在自己为了当好人，直接砍掉学签的配额，但是各省事实上呢，已经对留学生的收入产生巨大的依赖。留学生一没，教育经费的缺口谁来填补呢？这里面的深层含义就是我省里没钱，你联邦要砍留学生，你联邦就要给我补助。这就是什么呢？典型的狗咬狗，一嘴毛。而留学危机引发的不仅仅是教育经费这样表面的问题，其对加拿大移民体系的冲击呢，将会更加的长远。200万留学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化完，加拿大的移民呢，未来几年内也将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竞争难度。而更加重要的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将会受到冲击。原本平和的社会，未来也将会迎来各种各样的种族矛盾和非法移民的挑战。就像是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样，加拿大的留学生危机的影响也必然是长期存在，并且很多社会矛盾也将会在未来越来越凸显。这就像是蝴蝶效应一样，当年急功近利的一步错棋，很有可能要用未来几倍的代价来偿还。好了，说了这么多严肃问题的所在呢，最后还是给那些正在考虑留学加拿大的朋友一些实用的建议。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呢，加拿大依然是几个主流移民国家中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中国的年轻人想来加拿大留学也依然是好的选择。但是呢，从移民的角度来说，难度无疑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尤其是2025年加拿大是联邦大选年，那么保守党上台的几率非常大，届时呢，对目前的留学和移民政策也必将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和纠偏。所以如果您现在选择留学加拿大，请务必做好认真学习的准备，读好的大学、好的专业还是没有问题的。高知、高学历、良好的语言和职业技能对未来的移民将会越来越重要。而仅仅是想凭在加拿大读一个大专就能移民的日子，将会很难再现了。
那么未来加拿大有关留学和移民的走向，以及社会的优势和弊端，大伟也将持续的给您带来我的观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